你想要钓个孩子，下次想个聪明点的方法，或者找一个好骗一点、笨一点的男生。既然里面有空位，就总要有人坐上去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坐稳对手。你是不是跟一个叫苏曼的结了什么仇啊？哎，我的脚！哎呀，我的脚！啊！好疼啊！哎呀，我的脚！小姐，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我的鞋卡在井盖里了。先把脚拿出来吧。这个是我上个月刚买的巴黎新出的春夏款，这样一来还要送去修，心痛啊，真的心痛死了。鞋呢，是我弄坏的，你说你想怎么样？没想怎么样，毕竟你是一番善意帮我，我怎么会让你赔呢？你放心，不会的，你是一个好人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留个电话号码，我们交个朋友啊，有空可以出来聚聚。号码，聚，交朋友就不必了。别以为男生对女生的时尚一点都不懂，这是这一期最流行的可以换跟的高跟鞋，基本上呢我没有弄坏。如果你想要钓个孩子，下次想个聪明点的方法，或者找一个好骗一点、笨一点的男生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陆总，真奇怪啊！琳达。有什么奇怪？这么漂亮的执行董事办公室，这么久了，却没等来它的主人，这还不奇怪啊？也不知道要空置到什么时候啊？既然里面有空位，就总要有人坐上去。能空1年的位置，恐怕也不是什么好的位置。陆总，怎么样？想不想试一试啊？不是位置好不好坐的问题，而是谁有这个能力坐上。你说呢？会议该开始了。陆总，你能明确地说明一下对我这个远洋海运项目的意见吗？我的意见是，不能投。为什么？我的意见很清楚了，这个港口，1分钱我们都不能投。
黄唇鱼又名金线鲢，属于鲈形目石手鱼科，拉丁名字巴哈巴 （Flavo labiata）， 英文名字 Chinese bahaba。它属于近海暖温型稀有底层鱼类，栖息于水深50到60米的海域，为肉食性鱼类，以小型鱼类和虾、蟹等大型甲壳类为食。说得真好，少帅果然是亲近自然又学识渊博的优秀男人。不过，如果你想代班 Discovery 或是动物世界的话，能不能等投资港口的决议形成之后再开始啊？黄唇鱼是国家2级保护的水生动物，仅分布在我国东海、南海的海域，是我国的特有鱼种。总裁，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，如果你表示认可我的方案的话，我就要对下属分派任务，开始推进。这种鱼常年在港口迁徙回迁，但奇怪的是，近几年越来越少了。到今年为止，它几乎已经绝迹了。队长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港口前几年粗放型的开发和管理，已经对周边海域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伤害，目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密切关注。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港口应该怎么继续做大的问题，有道理，而是要为这个港口祈祷，不要从地图上消失。好险呐！要不是历程提醒的话，那咱们公司投钱进去打了水漂，损失就更大了。政府真要是开始治理，那我们不是什么都不能开工了？幸好陆总提前提醒了一下。金牌投手的角度啊，果然和常人不一样。队长，你今天的表现我非常满意。为公司创造效益、减低损耗，是我应该做的。没错，你和琳达都是卖国顶尖的投手，你们都做了几个足以写进商学院教科书的大案子，为公司赚了很多钱，你们都应该有很好的前途。总裁，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？可是前途的大门敞开总是吝啬的，一次只能经过一个人。一定有很多人想进这扇门。我处在什么位置？非常靠前。就刚才的事足以证明，你有非常出色的大局观和良好的判断力。是不是这个空闲的办公室要有新主人？你要知道，上海的写字楼租金是非常贵的，这么大的办公室总是闲着，总部的头头们会心疼的。况且，我也非常需要一个执行董事来帮我分忧解难。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，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可是总部的头头们可不这么想。过几天会有一位新同事来上任。新同事？叫 Alex， 是总部从华尔街挖掘的顶尖人才，也是来投资部。对，跟你一样，是投资部的总监。显然，总部想在执行董事的问题上会有更多的选择。你、Linda， 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 Alex， 执行董事将会在你们3人当中产生。依然还是个2选1的人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我的对手。希望这个 Alex 足够优秀。拿美国人的尺寸为中国人做衣服 ，It's no doubt， 肯定不合适。如果什么都一样画标，就永远只能是个工匠，一辈子都得为他人做嫁衣。我们只在中国树立深入人心的本土品牌理念，这个标准需要我们内化为本能的行为方式，就像尊老爱幼在中国深入人心一样。只有如此，品牌理念才能贯彻至底，不至于朝令夕改、变形走样。麦克，真羡慕你有这么一员虎将在手啊！
恐怕不止吧。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强人琳达在。张总，您真会说话，我可差远了。对了，还是不错的。我听说你们总部又调来一员大将，好像叫宋毅。是啊，有这2个人在，我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听说宋毅回国以后被别的公司给挖走了。你言下之意是怀疑我造谣？你别想那么多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对你还是有所了解。不过这个圈子向来是无风不起浪，清者自清。老张，快点！怎么样，李超？今天不用加班，难得看到你到健身房来锻炼。今天的演讲很精彩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来我公司和我一起做合伙人吧？别提跳槽的事了。既然有人说我用挖墙脚的方式想调走总公司的头头，我早就听说了，你根本就不信，所以啊，我跟你提都没提。可就是有人信。你帮我查查，到底谁是幕后黑手？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方不方便我们拼个桌啊？里边这么多位置，你非得拼桌？又想用新招数骗我电话呀？打扰了，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个座位，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啊？对不起，不能。麻烦你，我保证我不会打扰你，我在这里坐一下，安安静静的，很快就走了。你已经在打扰，里面有很多位置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座位。什么？太巧了，我也喜欢这个位置。那正好啊，我们一起坐。我刚好不喜欢有人坐在我对面，挡阳光。麻烦你，拜托你，麻烦你了，拜托你，麻烦你了，拜托你，麻烦你了。小姐，那你喝点什么？美式咖啡，不加奶。好的。合资企业中层主管。
置。希望宋燕不会注意他们，希望宋燕不会注意他们。 你真的很爱看风景啊？那些脑子有病的人，才会这样一直自言自语。你还不是爱看电脑？服务员，买单。您好，一共48元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带钱包，可不可以先给你借一下？我保证一定会还给你。你怎么叫里面那位先生和你说话？我不认识他，你认识我吗？比他多一点。你走到他面前，摔一跤，立刻就认识，这样不就和认识我一样的吗？拜托，我只跟你借48块，就跟你的饮料钱一样多，48。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而是我不喜欢一开始跟人碰瓷，然后有拼桌，最后还帮他买单。我不是骗子啊。我本来也觉得不是，现在真的怀疑。我真的不是骗子，我的钱包忘了带，放在事务所里面了。出门一定要记得检查随身物品。我叫苏曼，任职于许氏会计师事务所，我的职位是总经理。这个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所有的联系资料。这个是我的身份证，我保证这是我本人。我愿意相信你是有着那种随时愿意帮助陌生人，尤其是妇孺的无私美德。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见识到了。我拜托你帮我个忙吧，我保证回去一定会立刻还给你。你不会连50块都不愿意借吧？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麻烦我吗？绝对是最后一次，相信我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方不方便再给你借100块，让我打车回事务所？谢谢。你为什么不干脆借200凑个整数呢？100够了。谢谢。苏曼，总经理，哪家事务所这么多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琳达送过来的。她说上次去法国出差的时候带了2只，味道不错，送一只给您尝尝。2010年，勃艮第黑皮诺，价值不菲，送我1瓶，这个是厚礼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海伦，上次我从东欧带回来的琥珀项链，你也送过去1条。这瓶红酒才多少钱啊？总不能比我们的东欧项链贵吧？少帅，这样会不会太吃亏了？就是因为这样不欠别人，那就不用受无谓的骚扰。是，明白。少帅，您真该看看刚才琳达看完我们喝红酒之后气急败坏的样子。可以想象。不过少帅，最近公司都在议论，说是您放风出去，说艾利克斯被别的风投公司挖走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想想办法，不然传来传去，真的会有人信的。伯克利、华尔街，
成功主持近5年内医药行业最大的跨国并购，成功主持5年内通讯行业最大的收购案，成功主持零售企业新秀顺喜集团抢先注入资金。好了，你觉得公司不惜重金招来一位这样的新贵，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？我想，公司找这样一位国外背景比较夺目的投手，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一些新兴领域有所帮助。夺目的海外背景，说得好。年轻，华人，伯克利，华尔街，大并购案。麦克真的很会打算盘啊！本公司第一个真正的本土出身国际化人才，两眼一摸黑的洋人固然比不过，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更是难以匹敌。难怪琳达紧张成这个样子。少帅，我帮你准备咖啡。Hello， 查的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跟一个叫苏曼的结了什么仇啊？我查到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叫苏曼的女人出的手。苏曼，名字听起来有熟。谢谢老陈。不客气。真辛苦啊！哎，给我擦擦。哎呀，要不要这么甜蜜啊？哎呀，李长，玉成来了，下班了。看你这脸色，累坏了吧？还没吃饭呢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最近太忙了，没什么胃口。你自己啊，要多注意身体。哎，对了，老家那边来电话了，说你前2天给他们汇的钱收到了。怎么上一次你刚给他们捐了款不久，这一次又给他们捐啊？听老家说了，希望小学他们想办一个语音教室。家乡的教育，家乡人不支持谁支持啊？去年你回家也看到了，那些孩子多聪明啊，有人教和没人教就是不一样。建语音教室我是绝对支持的，学英语看世界对山里的小孩很重要。回头你问问那个校长，还需要什么设备，来告诉我。哇，立成，你比银行还厉害，一句话，钱说给就给了。老家有你这样的子孙后代，可有福了。什么抖？什么抖？快乐的，因为今天我有些感冒，所以刚感冒的话，吃这个吧。挺好的。看起来不错的样子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想你是水土不服。是有一点，谢谢。先生，你拿好。Thank you。李成，你认识他？先慢慢习惯本地的气候吧。这袋梨你拿去，润喉败火。谢谢。多少钱？我给你。10几块而已，不必了。再见。你怎么知道我水土不服？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会接地气的。你显然跟本地还有隔阂，慢慢练吧，急不得。